哈喽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思维增长频道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颜值对于现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，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个门面，是让人们对他们的第一个好印象。所以拥有一个高的颜值的人群会使得他们在成功路上变得容易许多。假设有2个人一起去面试，其中一位是长得好看的，另一位却长得很一般，面试官最终都是会选择长得好看的。这也让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，原来颜值对于他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面。据专家统计指出，拥有高颜值的人群要比那些长相一般的人群薪资高大约7%至12%，这也证实了人们早已将颜值安排在心目中至关重要的位置。不得不承认，当我们对某些人一无所知时，最引人关注的一点是颜值较高的人，因为人对色的追求本就是人类的本性，没有人可以逃脱。而颜值高的人也最容易得到好感，因为人类对完美的渴望会不自觉地将颜值高的人排列在美化、素质高、智商高、性格好等等之类的。即使我们遇到的事实并非如此，大家也是会自我误判、自我欺骗，因为这就是人们所期望的。当然，颜值也没有上述所说的那么夸张，这只不过是对少数或者是运气比较不错的人才会有的待遇。它就像泡沫，转瞬即逝，带给你虚幻的假象，让你在拥有它时像拥有了全世界一样。但当你失去它时，你就会发现，此时的你已经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了。而我们在和一群人相处过后，最喜欢的不一定是颜值最高的人，因为人格魅力远比颜值更强大。当一个人空有一副好外貌，内心空虚，没有内涵，那颜值就是他唯一的武器。但光有颜值还是不行的，如果没有各个方面的才华，最终都将成为大家眼里的一个花瓶。在当下社会，颜值是重要的，它可以决定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，但印象是会改变的，最后取胜的还是人品、性格、才华、情商等等。表面的东西终究不会深入人心，只有内在才能持久芬芳。如今社会是一个看脸的社会，颜值加成无处不在。先不聊普通人的生活，单单是看娱乐圈中层出不穷的小鲜肉和女团，你就会发现颜值高的人先天上都存在很大优势，否则小鲜肉们为什么能这么火？凭什么能有这么多资源？难道你认为是凭演技还是凭背景？在娱乐圈里，捧也火不起来的人太多了，多数会火的都是一些长得好看的，演技方面都不错的，或者是两者兼得。有的人演技就算再好，但是相貌平平，却都被导演安排在演配角戏的情节里。更糟糕的可能只能为那些男女主角当替身，这些人都很难火起来。所以我们每次看的电视剧的时候，看到的男女主角多数都是长得好看的，因为这样可以让收视率提高不少。聊完娱乐圈之后，我们再来聊聊普通人的生活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？长得帅的小伙或者是长得漂亮的姑娘，在买菜时总是很容易被抹零，哪怕是身上的钱带不够，想赊账都能容易很多。这就是生活中的颜值加成，不服不行。其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人们对于这样的需求从古至今都是如此。说这个世界是看脸的世界，也是出于人性的本能。就算是让你来选择一个长得帅的人和一个长相一般的人，你也肯定愿意选择前者。在这个看脸的社会里，老天爷赏饭吃的人其实并不是很多，大多数都是我们这样的普通人。对于普通人而言，颜值上不占优势，我们就只能拼命努力用能力来弥补，这样生活才能过得更惬意。颜值高的人占有一定的优势，一般表现在找工作、处对象的时候，其他的时候一般跟其他人也没什么区别。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只是对方的颜值好就跟对方结交朋友，因为一个人的人品是很重要的，就算外表长得再漂亮，如果内心不行的话，那么这个人也是好不了多少的。而且这些人一般都比较虚伪，有些人以为自己长得漂亮就能够随意的伤害他人的自尊，认为这个世界没了他就不行了一样。我觉得吧，这些想法是非常愚蠢的，因为在一个现实的世界当中，颜值只是一小部分，一个人这辈子能不能成功还有其他很重要的因素。所以不要因为长得好看就得意，事实上这个社会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在乎你长得好不好看，因为这个世界长得好看的人不止你一个。颜值不够，能力来凑，这就是普通人的成长之路。当然我说的这些并不是让大家都向生活低头，
而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依靠各个方面的天赋来弥补这些差距。比如说像马云这样的人，也曾经在年轻时找工作被无数人拒绝过，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追求生活，变得更加努力，把所有的心血付出在自己的事业上，才会有现今的成就。当然，至今为止，我们所看到的成功人士，多数都是长得一般的，因为他们都是靠自己的不断努力，才有现在的成果。颜值固然重要，但是一个人有没有上进心，能够在日后的生活中来改变现状，也是挺重要的。虽然现在的我们无法仅凭努力和运气就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现状，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的兴趣方面下手，毕竟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可以让兴趣和赚钱结合起来，这样也算是人生赢家。大可不必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，没有追求高物质的生活，可以让我们的变得比以前更加幸福快乐。不去攀比，不去计较，助人为乐。我们只需希望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平安健康快乐，就知足了。这样的生活才是人们所想要的，不是吗？好了，本期内容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对这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，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赞好和分享。那我们在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，记得订阅哦。